本节目是由 Rider ATH Shopee 网店自己赞助自己播出。Yo, what's up？ 欢迎回来 Rider ATH， 我是阿豪 ATH。是上一集啊，我解说了这个小改款的 Persona 的影片发布了过后呢，就有很多观众啊敲碗要我来解析一下这个 Iris 小改款啊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改变，还是什么样的升级啊？那么我觉得如果我只是简单的就把那些网络上面传出来的一些消息啊、一些 info 跟 spec 拿来这样子讲的话，感觉好像还蛮无聊的啦。毕竟啊，在配置方面，我觉得小改款的 Iris 跟小改款的 Persona 是不会有多大差别的。这样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这个小改款的 Iris 啊，到底有没有机会跟隔壁家那个卖到爆的对手啊较量一下呢？首先，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小改款的 Iris 啊，它在发布之前呢，网络上面就流传了很多消息啊，可能是一些不知道怎样拍到的一些 spy shoot 啊，我们就来看一下流出的这些配置啊，跟小改款之前呢，到底做了什么样的提升啊？这样它做出的这些提升，隔壁家的对手有没有这些东西呢？我们现在就来一样来做一个对比啊。在影片开始前啊，如果你是刚刚认识到我这个 channel 的话，欢迎点下那个订阅的 button 啊，你就可以加入这个奇怪可是又很欢乐的汽车邪教了啊。在我的频道呢，时常都会有这种乱七八糟的 info 啊，还有一些 review 车的影片可以看啊。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记得要关注我的 YouTube channel， 小铃铛也要跟它度下去啊。那废话不多说，我们 Let's go。首先，我们来聊一下这个 Iris 小改款的外观啊。相信很多人都看到那些 spy shoot 了啦，就是这个小改款的 Iris 呢，这次有了那个很像 active 版本啊，就是 crossover 的那种感觉啦。在他的隔壁家对手啊，就有一辆小老弟，就是用了这个 hatchback 车款，然后加了一些 crossover 元素，就变成很有 style 这样啦。然后 Proton 可能是看到这个市场啊，就把他旗下的这辆小型 hatchback 车款 Iris 啊来加一些那个轮拱啊，然后可能在车顶放一个那个 roof rail 啊，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啦。然后看起来有那种 crossover 元素啊。其实这样子的做法呢，不是我们马来西亚国产品牌 Proton 这样子做罢了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Proton 的新的亲戚啊，那个 Volvo 啊，其实在好多年前就把他们旗下的一辆小型 hatchback 车款 V40 啊，也同时推出了一个 V40 Cross Country， 就是用同样的一个平台，同样的一个车身，加上一些 crossover 的元素。我们来看一下日系车厂，其实也是早在多年前就有人这样子做了，甚至在马来西亚也是有出现过的。就好像 Nissan 当年的 Grand Livina， 后来还有一个 Livina X Gear 版本啊，就是把7座改成5座版，然后又有这个轮拱啊，车顶有 roof rail 啊，就有一种 crossover 的感觉啦。我感觉整个市场啊，就好像被 SUV 啊 crossover 洗脑了一样，大家都要推出 crossover SUV， 甚至把自己旗下的 hatchback 车款啊搞一搞，变成很像 crossover style 这样啊。这个市场的接受度是高还是低呢？你看一下路上你看到的 Volvo V40 比较多呢，还是 V40 Cross Country 比较多 ？Grand Livina 比较多呢，还是 Livina X Gear 比较多？然后隔壁小老弟 Asia 比较多，还是 Asia Style 比较多？这里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crossover 虽然是蛮受欢迎的啦，可是把现有车款加料一下变成 crossover look， 感觉上在马来西亚这个市场啊，接受度还是没有那么高的，反正我是没有这样喜欢的。然后讲到这个外观的接受度啊，在这个小改款之前的现有的这个版本啊，在外观方面呢，我觉得跟隔壁家根本就不是对手啦。相信大家都会比较偏向于隔壁家的那一款同级对手的外观。我个人也是比较喜欢他的对手的那个外观，总觉得整个车身线条是比较流畅的，看起来比较顺眼啊。Iris 方面呢，它的这个车身就比较bulky咯，肥肿，所以在外观方面啊，本来就已经容易分出胜负了。然后现在加了这个 crossover 的这个元素呢，我相信也不会把这个销量啊的距离拉近啊。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车头灯方面啊，从这个 spy shoot 流出的一些照片，我们可以看到这次 Iris 小改款的车头灯呢，是用上了这个隔壁家好多年前就已经用上了的 LED 头灯组啊。还记得 Iris 刚刚发
发布的时候嘛，那个 projector 的 headlamp 啊，虽然是 halogen 的灯泡啦，可是那个车头灯的 design 啊，颜值呢完全是不输 reflector LED 的那一种头灯组啦。可是，在小改款过后的 Iris 啊，为了我觉得是因为 cut cost 啦，把这个车灯的 projector cut 掉了，变成 reflector 的 halogen headlamp， 放在对手面前啊，这个颜值啊根本就差得太远了。这个市场的接受度本来就已经不高了啊，然后他还把那个 projector headlamp 这样漂亮的东西换成 reflector 的那种 halogen headlamp， 然后还把这个车头的 grill 啊加上了一个 chrome 条，好像 Angry Bird 这样子。我真的是觉得那时候的 Proton 的 designer 啊，真的是自己落井，然后还自己下石啊。那么这次换上 LED 的头灯组呢，可以讲是跟隔壁家打成一个平手啦，然后也把那个非常怪的那个 Angry Bird 的 chrome 条移除了。在 Spy Shoot 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这次的车头 design 啊，算是比较正常一点点了啦。可以讲这个 design 呢，终于睡醒了啊。相比起之前的版本，我觉得现在从网络上面流出的照片来看的话，这个外形啊，车头方面的外形是比之前来的好看啦，这一点还是要称赞一下这一次的 designer 啦。车尾方面呢，又是一个本来接受度都不太高的这个车尾设计啊。当然，这个喜欢的人是会比较少一点点啦。然后加上这一次照片流出来的是看到它的车尾灯啊是没有改变任何形状或者改变里面的排版啊，这一点是还蛮失望的啦。毕竟我觉得这个车尾灯的设计，不是马来西亚大部分人可以接受的样子。这个车尾的 design 虽然是增加了一些 crossover 的元素，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设计还是不及对手的啦。然后在车顶方面呢，就像刚刚我讲的啦，是增加了那个 roof rail 啊，就是置货架。但是这个置货架是真的还是假的呢？就要等到时这一辆 Iris 出来的时候啊，我去现场看了过后才知道啦。我们看一下隔壁家的其中一款小车啊，它也是把他们自家的 hatchback 车款，然后增加一些 crossover 元素就拿出来卖。然后那个车顶的置货架呢，我之前有看了是假的，是没有办法让你装一个车顶行李箱啊，也没有办法让你装一些脚车架之类的东西，因为它是就是 plastic 的东西来的。所以我希望 Iris 的会是真的啦，是真的是很牢固的那一种绑在车身上面的 roof rail。如果是真的这样子的话，那么这一点可以算是一个不错的卖点。毕竟 Iris 本来呢，它的这个尾箱空间啊真的是很小，所以如果它的这个车顶置货架是真的话，那么就可以在这个车顶置货架上面装了一个车载行李箱啊。Interior 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一次的改变啊，是跟 Persona 差不多一样的，但是在配色方面就跟 Persona 不一样啦。Persona 它怎样讲都是走一个比较 elegance 的感觉啦，然后在 Iris 上面是比较运动化、比较年轻化的感觉。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辆车的中间的这个冷气出风口的位置呢，是完全更换了一个全新的模组，然后把旁边两侧的这个冷气出风口啊改去中间下面一点点，然后上面增加一个悬浮式的荧幕啊，这一点看起来是蛮好看的啦。但是它用上一个红色的配色啊，我不确定会不会跟着车身配色啦，可能红色车就红色的这个框框，蓝色车就蓝色的框框，这个我不确定啊。但是如果是跟着车身配色的话，在生产过程啊算是蛮多工了，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得出 Proton 是有在花心思设计啦。但是好看不好看的话，这个也是见仁见智啊。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像 Persona 那样的配色，可能我比较老派一点啊，没有这样喜欢这种 colorful 的东西。就好像之前的 R3 版本有那些黄色的饰条啊、黄色的配色什么的，我个人也是觉得没有这样好看啦。反观它的对手的 dashboard 呢，就真的是普普通通啦，没有什么好讲的。唯一要讲的东西也是吐槽罢了啦，就是那个 airbag 的四方格子啊，我到现在还是不太能接受一台5-6万块的车，然后在 airbag 的位置是一个四方格子这样子。对，那个东西它有它的好处，就是如果你 accident 了过后 airbag 爆出来，在 replace 的时候，在更换的时候啊是比较省 cost 的。但是你的车是有买保险的，你帮它省什么 cost？ 万一真的发生意外了，那个东西坏掉了，不就换一个 dashboard 咯？反正又不是你自己下手换，对不对？在 Iris 方面，即使不是即将发布的小改款啊，都可以看到它的 dashboard 是非常的平整的，而且它的用料啊，真心的觉得啊，是比对手来的 solid 啊。这个你们可以到 showroom 啊，亲自去感受一下啊，这个很难用言语来形容啊，这个你们要真的现场感受啊。然后隔壁家的 dashboard 为了美观，就有一些 chrome 的饰条啦，然后那个 chrome 的饰条
的位置啊、方向啊，就真的是很够力反射阳光的武器啊！我为它命名闪瞎你3000啊！如果有 Myvi 的车主啊，你们可以在中午的时候驾车不被太阳射到眼睛，你的眼睛一定很厉害，至少比我厉害啊！其实，在流出的这些配置啊，我们是不知道它会不会加入这个类似隔壁家的 ASA 自动防撞预警、自动刹停的这些主动安全配备啊。当然，我也很希望 Proton 可以为他们的车款啊添加这些安全系统啊。你看看隔壁家连最小型的阿夏都已经有 ASA 了 ，Proton 呢要到10万块左右的车款啊才有这些配置。哇，我觉得这一点真是落后对方太多了，这个真的是要加强啊。虽然讲很多时候我们驾车还是要靠我们自己的集中力，靠我们自己的这个注意力嘛，对不对？还是相信自己比较好。但是那个东西呢，只要它实现为你紧急刹停操作一次啊，就已经是值回票价了的。它的存在一定有它的原因，一定有它的意义。那么我就觉得 Proton 现在卖的车加钱一点点啊，或者保持一样的价钱，然后把这些主动安全配备啊提升一下啦。OK 啦，讲到完呢，我觉得 Proton 这一次的这一辆 Iris 啊，算是一个垂死挣扎，也可以讲是一种死马当活马医的做法啦。管它就是会不会好卖，就是先出来看一下市场反应怎么样。但是我个人观察马来西亚这个汽车市场啊，尤其是国产车方面呢，我的看法，我个人认为，我是觉得这一辆车还是不够隔壁家对方来啦。毕竟如果隔壁家对方拿出它的配置啊，完全是不输 Proton Iris 的。人家早在多少年前就已经有这个 LED 头灯组啦 ，ASA 自动刹停、自动防撞预警啊，驾驶体验更加顺畅的这个压箱表现啊，而且还搭载了一颗挂上 Dual VVTi 这个标牌的引擎，这一些种种的原因啊，都可以完全的秒杀 Proton 目前的这一款 B segment hatchback 小车。所以我觉得如果 Proton 啊，他们有计划啦，是要在马来西亚拿下这个 B segment hatchback 车款的这个市场大部分的这个蛋糕的话啦，他们就必须要出一款全新车款。而我觉得这一次的 Persona 跟 Iris 小改款呢 ，Iris 这一款车，我觉得依然会是一个以销量来讲啦，是一个失败的存在。而 Persona 就不一样，因为 Persona 方面隔壁家没有这样子的车型嘛，其他日系品牌啊、欧美品牌啊，要买到 B segment sedan 的话，也不是在这一个价位，所以 Persona 呢还是有 Persona 的这个市场价值啊。Iris 方面就算了吧。OK。以上就是我对 Iris 小改款的这个分析。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不要忘记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小铃铛也要跟它度下去啊！接下来有机会的话呢，我再来讲一下 Myvi 即将迎来小改款了啦。那么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一次 Myvi 小改款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惊喜。OK，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里，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Goodbye。